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李阳，我是安娜，欢迎大家。在开始之前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现在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？对，是在坐地铁，还是在做饭，还是在散步？告诉我们。还有，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？我们真的很好奇。在评论区写一句中文，哪怕只有3个字，我们都会很开心。对，哪怕写一个“你好”，也是开口的第一步。说到开口，安娜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。我先问你一件事，你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最怕什么？最怕开口说话。不是怕考试，不是怕汉字，都不是。我最怕的是张开嘴说出来。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吧。好，我第一次一个人去咖啡店，我在门口站了，我数一下，差不多5分钟。5分钟？在门口？对，我在脑子里练习，你好，我要一杯咖啡，你好，我要一杯咖啡，练了很多遍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走进去，店员看着我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哈哈，全忘了。全忘了。最后我用手指了指菜单，说了一个英文单词 coffee。我太懂这个感觉了。我走出来的时候特别难过，我想我学了这么久，连一杯咖啡都点不了。我跟你说一句话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问题。不是我的问题。不是，很多人学了1-2年，词汇语法都没问题，但一开口就慌。这不是因为你笨，是因为开口这件事本身就有一道心理的墙。心理的墙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这道墙。我们会演很多真实的小对话，把你每天会遇到的场景一个一个演给你看。而且我会把我犯过的错全都讲出来。对，让大家知道出错没那么可怕。今天你只要记住一句话。哪一句？开口不是等你准备好了再说，是你说了才会说。这句话好，我们今天就一步一步把这道墙拆掉。不用怕，我们慢慢来。好，从最简单的开始，点一杯咖啡。第一关，点一杯咖啡都让人紧张。安娜，我们重演一次。这次你别在门口站5分钟，直接进来。我是店员。好，我有点紧张。没关系，紧张就紧张，照样能说。开始。你好，要点什么？你好，我要一杯咖啡。热的还是冰的？热的。大杯还是小杯？小杯，谢谢。好，扫码还是现金？扫码。好了，稍等啊。谢谢。你看，你做到了。这段话里有几个字难吗？不难，都是我会的字。对，这就是第一个秘密。你不需要说漂亮的句子，你只需要说你会的字。但是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很长的句子。对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很多人想说一句完美的话，比如你好，请问可以麻烦你帮我做一杯热的小杯的咖啡吗？哈哈，太长了。太长了，自己先把自己吓到了。其实你只要说我要一杯咖啡5个字就够了。对，我要一杯这个开头太好用了。我要加东西就是点单最简单的句型。我要一杯水，我要这个，我要2个，简单直接好用。还有那个我说热的，中间停了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完全可以。中国人说话也会这个不是错误，它让你有时间想，也让你听起来很自然。哦，所以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敌人。哈哈，说得好。是你的朋友。你不用一开口就像机关枪一样，停一下，想一下，很正常。这个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以前觉得一停下来就是我不会，就很丢人。不会的，你回想一下，你说英文的时候会不会也一下？会啊，经常。对，母语都会停顿，何况是外语，所以停顿不是问题。我再讲一个咖啡店的糗事，可以吗？当然，我就爱听这个。有一次我学聪明了，我想点少糖，但是我太紧张，说成了少盐。少盐？咖啡里放盐？对，店员愣了一下，看着我，我马上知道说错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改，就一直点头说对对对，少盐。哈哈，越点头越错。最后店员笑了，说是不是少糖？我才反应过来。你看，店员帮你改过来了。这件事你现在还记得吗？
记得清清楚楚。少糖这个词我永远忘不了了。就是这个我想说的，丢过脸的句子你永远忘不了，出一次错比背10遍单词都管用。真的，那次以后少糖少冰，我闭着眼睛都会说。所以下次再说错别难过，恭喜你，你刚刚记住了一个词。哈哈，这个想法我喜欢。好，下一关是什么？第2关，那个词我不会说，学会要路。接下来这一关很重要，很多人卡住是因为半句话里有一个词不会说。对，就一个词，整句话就停在那里了。我们演一个，安娜，你去药店买药，但是你不知道过敏这个词怎么说，我是店员。好，这个场景我太熟悉了。开始，你好，我想买一点药。你好，你怎么了？我吃了一个东西，然后我的脸红红的，还有点痒。哦，是不是过敏了？对，可能是过敏。你吃了什么？我也不太确定，可能是那个海里的有壳的那种。海鲜？虾还是螃蟹？虾，对，是虾。好，我给你拿一个药，你看一下。谢谢。你看，安娜，你发现没有？你全程不知道过敏，也不知道海鲜，但是你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对，我用脸红红的、痒痒的，还有海里的有壳的。这个叫要路，也叫迂回表达。一个词不会，就换一个方式说，绕过去。这个方法救了我很多次。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么重要。你说话的目的是什么？让对方听懂。对，是沟通，不是考试。沟通成功了，你就赢了。你不需要用最准确的那个词，你只要让对方明白。我想起我最经典的一次要路。说说看。我想说，我很期待这次旅行，但是期待这个词我突然想不起来了。然后你卡住了。一开始卡住了，僵在那里说不出话。但是后来我换了一个说法，我说我很想去，我好开心能去。完美，意思一样不一样？差不多一样，而且我用的全是简单的词。这就对了，母语人也经常这样，想不起一个词就用别的话绕过去。好，现在说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，不是说错字，是说错以后的反应。哦，你是说错了以后太紧张？对，很多人一说错就停下来开始道歉，然后反复解释，结果整个对话都变尴尬了。这个说的就是我。我们演一下，安娜，你跟朋友说昨天的事儿，故意说错一个字，然后试着别停。我当你朋友。好，我试试。我昨天去了那个公园啊，不对，是商场。我昨天去了商场买衣服。哦，买到了吗？买到了，一件外套，很好看。你看，你说错了公园，但是你没停，你自己改了一下，对话就过去了。对，我说了一句啊，不对，是商场，然后就继续了。这就是关键，说错了加一句哦，我是说，然后继续走，不用大声道歉，不用解释半天。我是说，这句话太有用了。对，它就像汽车的方向盘，稍微一转，回到正确的路上，车不用停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前一说错就停下来说对不起，我中文不好，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……然后对方反而紧张了。对，对方开始安慰我说没关系，你说的很好。结果我们都不聊正事了，一直在说没关系。哈哈，对话被你的道歉打断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对方根本不在乎我那个小错误。这是真的，母语者听你说话，他在乎的是你想说什么，不是你有没有说错。就像我听别人说英文，如果他用错一个词，我会在意吗？你会吗？不会，我只想知道他要表达什么，我甚至不会记得他说错了。对，反过来也一样。所以放心，你的小错误，对方2秒钟就忘了。那有时候说错了，对方会怎么样？很多时候，对方会顺手帮你改一下，然后你们还能多聊2句，说错反而成了一个聊天的开始。这个我有经历，有一次我把左边说成右边，一个阿姨给我指路，发现我说反了，就笑着教我左右，还用手比划。你们因为一个错多聊了几句。对，那次我学到的比看书学到的多。所以记住，说错不是结束，是一扇门，推开它往前走。安娜，
我知道很多人不敢开口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怕别人不耐烦，怕别人笑。对，特别怕对方一脸“你在说什么”的表情。我们来演一个问路，你说的慢一点，磕磕绊绊一点，没关系，我是路人。好，我尽量演出我紧张的样子，哈哈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，地铁站在哪里？地铁站啊，你往前走到那个红绿灯左转。不好意思，能说慢一点吗？哦，没事，你往前走，看到红绿灯左转就到了。往前走，红绿灯左转。谢谢。不客气，慢走啊。你看，他没有不耐烦，他还说得更慢了。对，大多数中国人看到外国朋友努力说中文，第一反应不是笑你，是想帮你。我也发现了，其实他们很高兴。对，他们会想，这个人在学我们的语言，这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。这里有2句话太重要了，能说慢一点吗？和能再说一遍吗？对，这2句是开口的保命句，你不用全听懂，听不懂就请对方慢一点，再说一遍。我以前不好意思说这2句话，怕显得自己笨。一点都不笨，请别人重复是很正常、很礼貌的事。中国人之间也常说啊，你再说一遍。真的，母语者之间也这样。当然，谁还没个没听清的时候？环境吵，说太快，都会请对方再说，这不丢人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讲一个特别暖的事儿。好啊。有一次我在上海买麦，我鼓起勇气问了一个大叔，我说得很烂，但是他听懂了。然后呢？他不只是指路，他直接说跟我走，带着我走了好几分钟，把我送到地铁站门口。哇，亲自送你。对，他还指给我看怎么买票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你看，你那一句磕磕绊绊的中文，换来了一段这么暖的经历。如果我当时没开口，就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你不开口，那段缘分就没有了。所以开口不只是练习，有时候还能遇到很好的人。对，语言是一座桥，你愿意走上去，对方就会走过来迎接你。第6关，把傻问题问出来。接下来这个跟不好意思问有关，很多人怕问问题，觉得问问题显得自己什么都不懂。对，我以前宁可假装懂，也不敢问。结果呢？结果更麻烦。我给你演一个真实的。好，你来当那个不敢问的你，我是服务员。好，这是一个餐厅，菜单上的字我不全认识。你好，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好嘞，这个有点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稍等。黎阳，这就是我的问题。我说可以，但其实我不能吃辣。哈哈，你不敢问，不敢说，就硬点头。对，菜上来，我辣到说不出话，但是已经点了。我们再来演一次，这次你敢问，敢说。好，你好，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水煮鱼，比较辣。哦，我不太能吃辣，有什么不辣的推荐吗？那你试试这个番茄牛肉，不辣，很多人点。好，那我要这个，谢谢。感觉到区别了吗？完全不一样，我问了2个问题，就避开了一个大坑。对，这里有2句黄金句。第一句，这个是什么？指着菜单或者菜直接问。对，最简单，最好用。第2句更厉害，有什么推荐的？这句我爱用，而且不只是餐厅，买东西、看书、找地方玩都能用。对，有什么推荐的是一句万能钥匙，一开口，对方就开始帮你出主意。所以问问题不是显得笨，是显得聪明。对，会问问题的人到哪儿都吃得开，问一句省很多事。我现在想通了，傻问题其实一点都不傻。你想，你问这个怎么走，这个怎么用，这个多少钱，哪个是傻问题，都是最实用的问题。对，全是我每天需要的。所以以后别憋着，心里有问题就问出来，问出来你就往前走了一步。把问题问出来，比假装懂舒服多了。第7关，准备几句万能开场白。
好，现在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小技巧，提前准备几句话。哦，像带伞一样，提前准备好。哈哈，对，就是这个比喻。你不能等下雨了才去找伞，你得提前放包里。那我们要准备哪几句？第一句，破冰用。不好意思，我中文不太好，能说慢一点吗？这句好，一开口就告诉对方，他就会照顾你。对，先打个皮预防，对方马上调整速度。第二句，这个用中文怎么说？忘词儿的时候用，还能学新词儿。对。第三句，我要这个，配上手指，走遍天下。我要这个，加一个手指，确实万能。我们来演一个，把这几句串起来。你刚到一个小店，什么都不太懂，我是老板。好，老板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中文不太好，能说慢一点呢？哦，好，没问题。你想买点什么？我想要这个，这个用中文怎么说？这个呀，这叫暖包包，冬天贴在身上很暖和。暖包包，好可爱的名字，我要2个。好嘞，你看，我用了全部3句，还学了一个新词儿，暖包包。对，准备好这几句，你心里就有底了，有底就不慌。这个真的有用。我第一次去剪头发，提前在手机上把句子写好，还练了好几遍。然后呢，顺利吗？顺利。我说我想剪短一点，但是不要太短，理发师一下就懂了。你看，准备一下，结果完全不一样。但是我也有准备了还是翻车的时候。好，说说看。我准备好了一句我要一杯热的，结果店员问我要不要加糖，这个我没准备，又卡住了。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对，但是这次我没慌，我就说不用，谢谢，绕过去了。你看，你把今天学的都用上了，准备、停顿、绕路。对，我进步了，哈哈。准备开场白不是要你背一篇作文，是给自己几块垫脚石，先踩上去，后面就敢走了。安娜，还有一个场景，很多人一上车就紧张，坐出租车。对，因为车上就你和司机2个人，很安静，压力好大。那种安静确实想让人说点什么，又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们演一个，我是司机，你上车。好。你好，去哪儿啊？师傅你好，我去火车站。好，火车站是吧？坐好啊。师傅，大概要多久？不堵的话20分钟。今天路上还行。那就好，我有点赶时间。放心，来得及。谢谢师傅。停一下，安娜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师傅，这个我学过，但是他又不是我的老师，为什么叫师傅？好问题，这里的师傅不是师傅那个有徒弟的师傅。哦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开车的、修东西的、做手艺的，这些有技术的人都可以叫师傅，是一种很普通、很客气的称呼。哦，所以司机、修车的、装空调的都可以叫师傅。对，你一叫一声师傅，对方就觉得你很懂、很礼貌，比叫先生自然多了。这个我要记住，因为我以前叫过先生。怎么回事？我第一次坐出租车，我说先生你好，去机场。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表情很奇怪。因为先生太正式了，像在饭店，像在开会。对，我当时不懂，还以为我说错了路。后来朋友告诉我，叫师傅就好。现在还有一个常用的词叫网约车的话，年轻司机也可以叫师傅，都通用。还有上车前一般要发定位。发定位，这个我太熟了，在微信上把位置发过去。对，你可以说师傅，我给您发个定位，或者我在那个路口等你。那如果我不想聊天，可以一直不说话吗？当然可以，不是每个司机都想聊，但是如果他开了话题，你接一两句，气氛会很好。接什么呢？我不知道聊什么。最简单的，天气和路况。今天好热啊，今天路上真堵，这种话谁都能接。哦，原来闲聊不用很深，说说天气就行。对，闲聊的目的不是聊出什么道理，是让两个人都舒服。我有一次鼓起勇气跟司机聊了几句天气，结果他给我推荐了好几个好吃的地方。你看，又是开口换来的好处。对，他特别热情，还说那家店本地人都去。我下车的时候心情特别好。
所以下次上车先一句“师傅你好”，这一关就过了一半。师傅你好，记住了。好，现在说一个高难度的，打电话还有发微信语音。啊，这个比当面说还难。为什么难？你知道吗？因为看不到对方的脸，当面说我还能看表情、看手势，猜一猜。电话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声音。完全正确，看不到表情，看不到嘴型，信息少了一半，所以更难。我以前特别怕打电话，能发消息我就绝对不打电话。很多人都这样，连母语都怕打电话。我们演一个简单的，你打电话定位子，我是餐厅。好，我紧张地打过去。喂，你好 ，XX 餐厅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订一个位子。好的，几位？什么时候2位，今天晚上7点。好的，您贵姓？我姓安，叫安娜。好的，安女士，今晚7点，2位，给您留着。谢谢。你看，电话也没那么可怕。这里有几个电话专用的词。第一个，喂。喂，就是接电话第一句，对吗？对，接电话、打电话，第一句都是喂，你好。这个字只在电话里用，很好记。还有您贵姓，问名字的礼貌说法。对，正式一点的场合会这么问，你回答我姓安就可以。那如果电话里我没听懂怎么办？看不到对方更慌。还是那2句保命句，不好意思，能再说一遍吗？能说慢一点吗？电话里更要敢用。对，反正对方看不到我脸红。这倒是电话的一个好处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打电话之前先把要说的话写下来。哦，像准备开场白一样。对，把我想定位子，2位，今晚7点，先写在纸上，照着说，心里就有底。那微信语音呢？发语音我也怕。微信语音其实比打电话简单，因为你可以重来。对，我经常录了又删，删了又录。录几遍？有一次，我给一个中国朋友发语音，就一句“周末有空吗？一起吃饭”。我录了，我数差不多10遍。10遍？对，第1遍声音太小，第2遍说错字，第3遍我觉得我语气好奇怪，最后我闭着眼睛发了第10遍。那朋友回你了吗？回了，秒回，说好啊。我录了10遍，人家2个字就回了。你看，你纠结了5分钟，对方根本没注意那些不完美。对，我后来想通了，我那10遍里，其实第1遍就够好了。这就是完美主义在害你。其实够好就可以发了，不用最好。现在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语音最多录2遍，第2遍不管好不好，必须发。这个规矩好，给自己一个限制，反而轻松了。对，不然我能录1整天。所以，电话和语音是开口练习里的进阶关。一开始怕很正常，但是练好了，你的中文会上一个大台阶。因为只靠耳朵和嘴，没有别的帮忙。对，先从最短的电话、最短的语音开始，慢慢来。第11关，一个人先练起来。安娜，开口恐惧还有一个解法，先不跟别人说，自己跟自己说。自己跟自己说，像自言自语。对，而且没有人听，没有压力，错了也没人知道。呵呵，这个我喜欢，零压力。你可以做饭的时候把动作说出来。我现在切菜，切土豆。哦，土豆掉了。哈哈，土豆掉了，这样也行。当然行，重点不是说的对不对，是让你的嘴习惯动，习惯说中文。我懂了，就像运动员每天要练，嘴巴也要每天练。比喻很准，嘴巴是个肌肉，越练越灵活。那录音呢？我听说录自己的声音也有用。非常有用。你说一段，录下来，然后放出来听。这个我有点害羞，我不喜欢听自己的声音。很多人都这样，但是你听了才知道自己哪里需要改。我试过一次，第一次听，我特别想关掉。觉得很奇怪吗？对，觉得这是我的声音吗？怎么这么奇怪？
但是我忍着听完了。听出问题了吗？听出来了，我发现有几个字的声调全错了，但是我自己说的时候完全没感觉。对，这就是录音的价值。你以为自己说的对，录下来才发现没有。而且后来再录，真的越来越接近原版，那种感觉很有成就感。对，自己练是给上台之前的彩排，彩排多了，真正开口就不欢了。我还有一个零压力的方法，跟手机里的人说话。哦，怎么说？我看视频的时候会跟着里面的人重复，他说一句，我说一句，反正手机不会笑我。这就是跟读，特别好的方法。你在模仿真实的语速和语气。对，练多了，真的人说话，我反应也快了一点。所以开口这件事儿，可以先在安全的地方练，等你嘴巴熟了，再去跟真人说，就没那么可怕了。先自己偷偷练，再勇敢地出去用。对，但是光自己练也不够，最后一步还是得真的开口。第11关，别人夸你中文真好，你怎么接？安娜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刻，你开口说了几句，对方突然夸你，哎呀，你中文说得真好啊，这个时候我永远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们演一下，你刚跟我说完一句话，我是被你惊到的中国人。好，你好，我叫安娜，我在学中文，请多关照。哇，你中文说得真好。对，我很好，谢谢。停一下，我很好。我知道我答错了，我一紧张，把你中文好听成了你好吗？就回了我很好。太可爱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说说这种夸奖该怎么接。对，因为在我的国家，别人夸我，我就说谢谢，很自然。但是中国人好像不这样。这就是一个文化点，在中国传统上被夸的时候，习惯谦虚一下。谦虚？怎么谦虚？比如说哪里哪里还差得远，过奖了，意思是没有，我还不够好。等等，哪里哪里？这个字面意思是 where， 怎么变成没有啦？对，这个很妙。字面是问哪里好，其实意思是你太客气了，我没那么好。啊，又是一个字面意思和真实意思不一样的词。对，这种特别多。哪里哪里就是一种很客气的否认夸奖。那我一定要这么谦虚吗？说哪里哪里？不一定，这是好消息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越来越多的人会大方地说谢谢。那我到底说哪个？都可以。你想自然一点，就说谢谢，我还在学，又有礼貌，又不会太用力否认。谢谢，我还在学，这个我喜欢，不卑不亢。对，这是最稳的解法。重点是别像我们刚才演的那样太用力。你是说别太用力否认？对，我见过有的朋友被夸了之后特别激动地说，不，我很差，我说得很烂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呵呵，那对方反而尴尬了。对，对方只是客气一下，你这么一否认，他都不知道怎么接了。我懂，我以前就是那个不的人。说说看。有一次，一个阿姨夸我中文真好，我特别紧张，连说没有，我很差，说了一大串。阿姨愣了一下，拍拍我说：“好，你很差。”阿姨顺着你说了。对，她为了安慰我，最后跟着我说：“你很差。”我们俩都笑了。你看，这又是一个你永远忘不了的瞬间。对，从那以后被夸，我就只说一句谢谢，我还在学，舒服多了。所以记住，被夸的时候不用纠结谦不谦虚，一句谢谢，我还在学，走遍天下。而且说真的，能被夸，说明你已经开口了，这本身就值得开心。对，别人能夸你，是因为你说了，不说就没人夸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开头那句话，开口不是等准备好了再说，是说了才会说。对，这是今天的暗线，我们绕了一圈回到这里。但是李阳，我想问，我怎么知道我准备好了？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
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准备好了，永远不会。永远不会。总有一个词你不会，总有一个句子你没把握。如果等完全准备好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开口。这个有点扎心，但是是真的。所以顺序是反过来的，不是会了才说，是说了才会。就像游泳，不是先在岸上学会，是要先下水。对，你在岸上看100本游泳书也学不会游泳，你得呛几口水。哈哈，呛几口水，我呛过很多口了。你现在回头看那些呛水的时刻，是不是反而让你进步最快？是的，咖啡店的少盐，报菜单的你吃了吗？每一次都很尴尬，但是我全记住了。对，那些尴尬现在都变成了你的本事。我还记得一个时刻，有一天我在点奶茶，张嘴就说出来了，我要一杯少糖少冰，谢谢。我没有翻译，没有准备，直接就说了。那一刻什么感觉？我自己愣了一下，我想刚才那句话是我说的，太顺了。这就是那个转折点，从在学中文变成在用中文。对，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种时刻会越来越多。今天1句，明天2句，慢慢的，开口就不再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了。它变成了习惯。对，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，别对自己太严格。这个很重要。很多人觉得我说的不够好，所以我不能说。但其实正是因为说的不够好，你才更要说。越不敢说，就越不会；越说，就越会。对，这是一个好的循环。把那个怕的循环换成说的循环。我想对正在听的朋友说一句，你今天说的那句烂烂的中文，比你心里那句完美的中文有用10000倍。说得太好了，因为心里那句没有人听得到。好，今天内容很多，我们用快问快答把重点过一遍。安娜，准备好了吗？我问，你答。来吧。第一，点东西最简单的句型是什么？我要加东西，我要一杯咖啡，我要这个。第二，说话的时候停一下，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敌人。第三，一个词不会说怎么办？绕路，换简单的话说，或者问这个用中文怎么说。第四，说话的时候要不要在脑子里翻译？不要，放下背上的包，抓整体往前走。第五，说错了怎么办？别停，别拗得半天，加一句我是说继续走。第六，没听懂对方说什么怎么办？说能说慢一点吗？能再说一遍吗？这不丢人。第七，怕问问题显得笨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有什么推荐的？是最聪明的问题。最后一个，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可以开口？没有那天，说了才会，先开口再变好。完美。你们听众朋友，这几个问题你们心里也都有答案了吗？我相信你们都可以。你看，今天我们从一杯咖啡说起，绕过不会的词，放下脑子里的翻译，学会说错了继续走，敢问敢请别人帮忙。最后我们发现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件事，把嘴张开。对，开口这道墙不是用准备拆掉的，是用一次又一次的开口拆掉的。每说一次，墙就矮一点。而且你会发现，墙的另一边有很热心的人，有很暖的共识，还有一个越来越自由的你。说得真好。那现在我们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。对，这一期的任务是今天去说一句中文，不管对谁，不管说的好不好。可以是真人，也可以是对着手机，对着镜子，然后来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你说了哪句？你紧张吗？对方是什么反应？我们想听你的故事。如果你以前有过开口分车的糗事，也写下来，让大家一起笑一笑，一起加油。对，丢过的脸说出来就变成了勇气。
如果这一期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把它分享给一个也不敢开口的朋友。我们每周都在这里陪大家一起练，一起进步。最后，送给所有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句话：你不需要说的完美，你只需要开始。张开嘴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赢了。我们下期见。下期见，大家加油！加油，拜拜。